Shut up， 闭嘴。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发出的最后一条非求救信息，不是我爱你，也不是救救我，而是叫人闭嘴。也就是这一声闭嘴，亲手送走了船上的1500人。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泰坦尼克。那一说到这个船估计你脑子里全是小李子在船头张开双臂，或者是那颗亮瞎眼的钻石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些都是后人为了卖票房而涂上去的粉。咱们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浪漫的滤镜要全撕掉，回到1912年4月14号那个冷得要命的晚上，你会发现这事儿一点都不唯美。这艘号称上帝都沉不了的巨轮，其实死得特别窝囊。它不是被冰山偷袭了，也不是运气不好，真相是在那个晚上有整整6份明确告诉你冰山在哪儿的救命电报，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这艘船的通讯室里。只要有一份被当回事，那1500人就死不了。但结果呢，这6封信全都死在了一个叫当时顶尖科技的烂摊子里。今天咱们不聊爱情，咱们钻进那个窄窄的到处都是滋滋声的无线电室内，看看这个牛气冲天的帝国船是怎么活活把自己给作死的。咱们先说说那时候的朋友圈。1912年，无线电就是现在的黑科技，跟现在的卫星上网差不多。泰坦尼克呢，装了马可尼公司最牛的设备，但是管着设备的人是谁呢？叫做菲利普斯和布莱德，是2个年轻小伙。虽然他们在船上，但是工资不是白星航运发的，是马可尼公司发的。那这就出了个大笑话，这2个人的头等大事根本不是航行安全，那是干嘛呢？是给那些头等舱有钱的大佬们来当私人客服。那咱们要多说一句这个马可尼系统了，当时这玩意儿就像现在的星链是垄断的。马可尼公司有个死规定，马可尼的电报员原则上禁止和装了其他公司设备的船通话。那你们想想，这是有多么的荒唐。这就像你是这个通信公司的用户，结果别的通信公司的人给你打电话，你不仅不接，还得骂回去。这种商业竞争的自私，在那个晚上把大海变成了一个互相隔绝的信号孤岛。那天晚上无线电室忙得就像银行投诉客服中心似的，富商们排着队发报，内容全是些废话，档案里真有记录。有个叫做威纳德的富豪，他在发报给家里的佣人，叮嘱一定要穿哪件西装参加晚宴。而还有人呢，在发报问纽约的股票价格。这些信息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垃圾短信，但是在1912年，他们是文明生活的象征。菲利普斯当时守着那台噼啪作响的机器，耳边全是这些琐碎的虚荣。他不是不想听救命报，他是被这些虚荣给淹没了。就在这些垃圾信息满天飞的时候，早上9点多，第一份救命报就来了。一艘叫卡罗尼亚号的船说，哥们儿，前面有冰山，小心点儿。结果呢，菲利普斯这小伙子顺手就把信息往驾驶室一贴，转头就回去给贵妇们发那些肉麻的问候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的系统里，给钱的私人信件是 KPI， 得先发，免费的航海警告是杂事儿，得往后排。你看看，当一个救命的系统只认钱的时候，信息值不值钱就不看它能不能救命了，得看它付了多少费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晚上11点了。这个时候离撞船也就剩不到1个小时。离泰坦尼克特别近的一艘船叫做加州人号，他运气不好，被冰山困住了，只能停在那儿。他那儿的电报员倒是挺负责，赶紧给泰坦尼克发信号，喂，快停下，我们这儿全是冰山，动不了了。你猜泰坦尼克这边怎么回的？菲利普斯连看都没看全，直接敲了一串单词回去， Shut up， 翻译过来就是给老子闭嘴。当时菲利普斯快累崩了，因为离得太近，对方信号在他耳机里是震得生疼啊。他正忙着转发那些还没发完的贵宾垃圾邮件呢。在他的眼睛里，
加州人号的紧急预警根本不是救命信号，而是干扰他生活的噪音。这就是典型的大厂傲慢。泰坦尼克号太大了，大到让上面的人觉得小船怕冰山，我们这钢铁巨兽怕什么呢？他们觉得系统是完美的，就算有事儿也会有更高级的警报。但是他们忘了，所有的崩盘最开始往往就是那个你嫌烦的小动静。加州人号的哥们儿被骂了一顿，心里说：你牛什么牛啊？算了，关机睡觉吧。于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能救命的通道就这么被自家人给切断了。接下来这事儿比撞冰山还让人堵心。船真撞了，信号也发出去了，这时候系统彻底瘫痪了。附近好几艘船都收到了信号，但因为当时大家没有统一的规矩，都在那儿互相问：哎，你收到了吗？是真的吗？泰坦尼克能沉？是在逗我呢吧？而最荒诞的是加州人号离得最近，加州人号的船长罗德其实晚上也看到了泰坦尼克发出的信号弹，但是他当时怎么想的呢？他觉得泰坦尼克那么大，如果有危险肯定会用电报求救，既然电报没响，那这些烟花肯定是在庆祝。这种过度依赖系统的心理杀死了最后的营救机会。附近这些船看了还想呢，那泰坦尼克在开派对呀，这烟花真响，玩得还挺嗨。这种错位简直让人想骂街。在那个所谓科技发达的1912年，这艘船就成了一个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慢慢沉掉的孤岛。那6份被扔进垃圾桶的电报，像不像咱们现在生活里那些被随手划掉的警告呢？我们总觉得系统大，流程稳，出不了事儿。但是泰坦尼克告诉我们，当一个组织大到听不见细微的真话时，沉默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儿。1503年全成了冰冷数字，这学费交得太惨了。后来全世界都改了法律，无线电必须24小时值班，求救信号必须第一优先。大家都说人类在进步，其实这种进步全是拿命换来的。泰坦尼克沉了114年了，这种大而不倒的傲慢变了吗？那种被一堆屁事淹没真相的破事少了吗？来看看咱们现在的日子吧，手机里每秒钟都在跳通知，感觉每件事都急。但是咱们自己扪心自问，在这些嗡嗡响的噪音里，是不是也藏着一份发给咱们自己被当成垃圾化掉的冰山电报呢？历史不是故事，历史是还没发生的未来。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，咱们就聊一聊这些系统的缝隙。下周5的晚上7点，咱们继续来聊聊秦朝一个被报表压疯了的基层公务员，看看2000年前的职场内卷是什么样的。要是你也讨厌浮躁，来听点真东西。这里是照见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